这些一切的一切，他都想说，可他不能，那是那么好的人，照顾他已经极其麻烦，他又如何能把自己的坏事情说给他，来破坏心情？他不能哭，也不能说。小团子死死咬住下唇，这么一想，更委屈了。他从记事起便被人说是个心大留不住似的，可他知道，他没有像娘教育的那样，人心里不要装那么多东西。小孩子正是争父母疼爱的时候，多少次他眼巴巴地看着街上同龄的小孩子牵着自家娘亲的手，另一只手里还抓着一串糖葫芦。我以前也有的，他总是这么和自己说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安慰自己，还是在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说不羡慕是假的，说不难受更是不可能。明明不该哭的，可为什么呀？他很想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阿爹和娘亲不要他了？为什么他不能回家？为什么他会想哭？他曾经是那个最不爱哭的孩子啊！我的阿英啊，天生一副笑相。阿英和你娘亲一样爱笑。一句话，3个字，问出来很简单，答案却是世上最为难寻得的。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，命罢了。小魏英记得，她问老婆婆时，她是这么说的。可什么是命？她不懂，她只想要她的家。一如此刻，她只想任性地赖在哥哥怀里。阿英，蓝忘机见小家伙半天都不说话，更是心焦，改口轻唤着没事了，阿英，没事了。少年不善言辞，只能最直白地表达。他把怀中温软的团子搂得更稳，手揉着她柔软蓬乱的发顶，轻声哄着。他一下下安抚着，终于怀里扎着的绵软的小脸淡动了动，顶着一对发红的眼睛，眼巴巴地看向他。那眼神是他见过最为澄澈的，一如日后的少年。只是那小团子还小，尽力掩饰，仍藏不住眼中浓重的委屈和难过，幼兽一般柔软而让人揪心。蓝忘机呼吸一滞，少年的脑中一瞬间崩断了3000家规筑起的弦刃，竟一下子慌乱了起来。魏英，他不知是因差点摔了下的，还是因自己方才的冷淡态度。二哥哥，小家伙依旧奶声奶气，却刻意小声了，带着鼻音，可怜巴巴的。蓝忘机被这句二哥哥叫得一愣，魏英戏谑他时的称呼，常是尾音挑起的高高的，使得人听了只觉得心情舒畅。而此刻声音格外绵软，不知为何甚至染上了些颤音，听得人心都跟着缩成一团，只想把这小团子揉进怀里，哄得再次笑起来，此生都没了这了委屈才好。我在。蓝忘机想把人放到床上细问，却又实在不舍得把这小团子放下去。小家伙的手还拽着他的衣襟，一副生怕被放下的模样，眼睛滴溜溜地看着他，怕他跑了似的。少年心底毛躁地揪起，被烛火烫了一下似的，把小团子稳妥地放到怀里胸口最暖和的位置，就像那小孩子偷偷想着的那样。没事了。蓝忘机捉了小家伙冰冰凉凉的2只小爪子，将那绵软的小手握在手心，少年心口灼热的那一捧，尽数给了面前的人，此刻掌心递过去的暖意是，没摔到，我接住你了。蓝忘机搂着那小孩子似乎娇小的过分的身躯，不怕了，没事了。他被接住了。小团子愣愣地听着。没错，他被接住了，上一次这种经历早已不记得是多久以前了。二哥哥，谢谢你。小家伙抬起头，颇为郑重，眼眶红扑扑的，小脸绷起来。喂，阿英，你不必如此。蓝忘机喉头忽然一涩，心里忽然有些发堵。吃饭吧。蓝忘机轻声哄着小家伙，擦去小团子额角的冷汗和眼眶无意识泛出的泪水，心疼的又把人抱在怀里。他知魏莹喜欢被他抱着，且一抱着就往自己怀里钻，小猫似的，惹人疼惜。那温热的身子软软小小到不像话，一个劲的在人怀里蹭，不免会蹭红了鼻尖，配上湿漉漉的桃花眼，直叫人心都化了。每每这时，蓝忘机只觉得心里泡了汪蜜水似的，只想将人抱着再不松手。现在就是他抱着乖顺的小团子行至桌前，竟不舍得放下，只想这么抱着人吃饭好了。然而少年心性和理智争斗了半晌，终究还是妥协，俯身准备将小团子放在席上。小家伙心里的委屈一时半刻还没消下去，忽然被撂下了，呆愣地坐在地上。
他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一直赖在人家怀里。他怎么能？小团子似乎更加蔫巴了。蓝忘机紧张地看着他，却又不知如何是好。阿英，吃饭了。蓝忘机把勺子递过去，端出用灵力温着的粥饭。小心些，莫要烫到。小团子眨巴眨巴眼，乖巧的点头，头也不抬地吃起来，不敢去看蓝忘机。蓝忘机发觉道：“为何不吃菜？”小团子这才蔫了巴登地咬了勺蛋羹，忽然想起什么，一抬头，蓝忘机果然没吃，眼神颇有些紧张地看着他。二哥哥，赐饭。小家伙一着急，连饭都没来得及咽下去，鼓着腮帮子含糊不清地道。白皙的脸蛋此刻因热粥而泛出红晕，眼睛被水汽蒸得亮晶晶的，脸蛋鼓鼓的两团，看起来像只小金花鼠，可爱的紧，恨不得让人咬一口那嫩滑突出的小脸蛋。蓝忘机心里一软，到底又是没忍住，摸了摸小团子的头，又轻轻戳了戳那小脸蛋。小家伙被那力度取悦了，本能的眯起眼蹭着，方才的难过一扫而空，连翘起的碎发都昭示着欢快。吃饭。蓝忘机的心简直要化了，收回手，提醒道。小家伙似乎开心了很多，又开始吃得香喷喷的。他不是小孩子，他就是小孩子。那天晚上，小魏英本就下午睡饱了，又吃得多了些，就寝时辰，竟怎么也睡不着了。蓝忘机将他抱倒在榻里，盖好被子，怕他再次梦魇，便与之一同睡。小家伙侧身蜷成一团，他睡不着，又怕打扰蓝忘机睡觉，只能自己胡思乱想着有的没的。想着想着，压在身下的腿麻了，他小心翼翼地想换个姿势，谁成想他可能晚上吃的多了，也可能吃得快了，小小的打了个嗝，便再也停不下来了。忙捂住嘴，生怕打扰蓝忘机睡觉，谁知嗝不打了，窜气倒是惹得肚子疼起来。小身子哆嗦了一下，蜷缩得更甚，肚子里像是在绞着。忽然，他被抱起来，一只手试探着轻揉了揉他的腹部。那人似乎以为他还在睡着，动作都轻轻的。他被放在怀里，周身暖得很，又是那片熟悉的檀香。渐渐不疼了，他又打起嗝，抱着他的人拖着他，把他竖着抱起来，轻轻拍着他的后背。不知怎么，小家伙竟有些困了，意识渐渐模糊，打嗝嗝的他不舒服，小眉头皱着，哼唧了一声。接着，他被平放在床上，朦胧中没有那么多想法，追随本性，不想离开那个怀抱，一个劲儿的想把自己重新送到那人怀里。乖。少年嗓音清澈柔和，在小团子身边躺下，将人搂到怀里，一下一下揉着那柔软的小肚皮。